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有些事没做，却已经在心里发生过了？先诚实一点，很多人活到今天，最有把握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真的做错啊。太好了，因为马太福音5章27到37节就是专门写给这句话的人。上一段耶稣才讲完，生气等于心里杀人，大家可能还在想，好吧，那我控制情绪就好。结果耶稣微微一笑，翻到下一页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。全场松一口气，这一条我们也守得不错。然后耶稣补一句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现场再次安静。注意，耶稣不是说看到漂亮的人就是犯罪，他说的是动淫念。那是一种你让某个念头住下来，反复播放，细细咀嚼，甚至开始在心里排剧本的状态。耶稣不是在警告你的眼睛，而是在揭露你的内心。因为真正失控的从来不是行为，而是那个你以为没人知道的世界。接下来耶稣用了一段听起来很可怕的话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剜出来；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。放心，耶稣不是在推广自残，他是在用极端的语言对抗我们对罪的轻忽。意思很简单，你现在觉得还好，以后可能会变成来不及。耶稣不是要你痛，他是不要你整个人慢慢坏掉，还自我安慰说没那么严重。接着耶稣谈到离婚，在当时那几乎只是程序问题，但耶稣把焦点拉回来，你怎么看待承诺？不是合不合法，而是你有没有把人当成可替换的选项。当心里的忠诚已经瓦解，文件只是最后一张纸。耶稣最后讲到誓言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为什么人那么爱发誓？因为平常说话不够可信。耶稣不是禁止誓言，他是在提醒，如果你的生命本身够真实，你根本不需要加重语气。马太福音5章27到37节，不是把人生变得更难，而是让你看清，真正塑造你未来的，往往不是那一次真的做了，而是无数次你在心里说没关系的时刻。耶稣关心的，从来不只是你的底线，而是你的方向。